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股論今。今天是2026年1月24日星期六，我好長時間沒有在星期六加班了。今天加班是由於這條消息太重要了。1月24號下午3點鐘，官宣消息突然出來，說中央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張又俠和另外一位中央軍委委員、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雙雙被抓。消息最先由國防部發出來，然後新華社、央視網和中紀委網站加以轉載。我最先看到這條消息的時候有人給我發過來這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大校聲明的時候，我甚至以為這是 AI 做出來的，再一查原來是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經黨中央研究，決定對張又俠、劉振立立案審查調查。這件事情來得非常倉促，兩位中央軍委委員同時又都是軍事主官被抓，而且是在傳聞流傳開來幾天之後就得到了官宣的證實，時間之短前所未有。關於這兩位被抓的傳聞是在1月20號至21號最早流傳出來的。這兩位是缺席了那個學習貫徹20屆四中全會省部級幹部研討班的開班式，開班式是在1月20號，這個研討班的結業式呢是在1月23號。劉振立和張又俠是同時缺席了開班式和結業式，而且你看1月23號這個研討班剛剛結業，1月24號官宣就確認他倆被抓了。請注意，1月24號是星期六，當局是故意選在周末放假，大多數人難以做出反應的時候把這個消息放出來的這就給人感覺有濃濃的政變風。沒錯，其實我認為這就是一場政變。既然傳聞的結果已經確定為真，那麼傳聞對這個事情描述的過程，我們回頭看，基本上也可以確定為真。在1月21號 X 上已經流傳開來的說法是，張又俠、劉振立和原國防大學政委鍾紹軍是同時被抓，被抓的還有張又俠的全部家人。這是一場秘密部署又分頭行動的集體逮捕行動。被抓的将領一共有17人，中央警衛局、公安部特勤局和中紀委共同參與了抓捕行動，所以抓的其實不是1、2個人，而是抓的一個圈子、一個團夥。不是抓了17個嗎？那除了張又俠和劉振立，剩下的還有誰？那我相信接下來不長的時間，答案就將揭曉。抓人以後，中共高層很快就安排了通報。在最晚23號就已經流傳開的消息裡說，21號下午這條消息就已經通報到了省部級，而當時這些高幹們正在集中一起開那個貫徹學習20屆四中全會精神的研討班呢。於是這個研討班就成了一次集體表態大會。可以想象當時那個場面是多麼的震撼和肅殺。如果有人稍微態度有點曖昧、有點遲疑，沒有立刻劃清和張又俠和劉振立界限的話，估計當場就被拿下了。還有另外一個版本的故事是說，張又俠和劉振立原本打算發動兵變，趁習近平去京西賓館的時候抓住習近平，但是提前2個小時有人走漏了消息，結果習近平就緊急離開了京西賓館。然後張又俠派來的人就和習近平身邊的警衛發生了激戰，時間是在1月18日晚上。在1月19號至20號呢，確實有一些江湖傳聞說京西賓館傳出了槍聲。發生這個事情以後，習近平立刻反制，中央警衛局再加上王小洪所率領的公安部特勤局立刻出動，抓了張又俠、劉振立和張又俠的全部家人。張又俠為了避免引起習近平的猜疑，所以在行動之前沒有疏散家人算是孤注一擲，結果是全家被抓。整件事情的過程細節肯定是需要歷史學者們事後來慢慢填補的。我們目前看到的結果就是這樣，肯定是事起倉促的。那麼到這一步，第20屆一中全會所產生的中央軍委2位副主席張又俠和何衛東全都掛了，4位中央軍委委員李尚福、苗華、劉振立和張生民掛掉了3個，只剩下張生民了。在斯大林所發动的大清洗運動當中，他是幹掉了蘇軍元帥當中5個裡的3個，這一層級的陣亡率是60%。在這一屆中共中央軍委裡邊，除開習近平，2個軍委副主席和4個委員，這是軍人能夠做到的最高職務，地位大約相當於當年的蘇軍元帥，是6個裡面陣亡了5個，陣亡率83%所以這一層级的清洗力度，習近平已經超越斯大林了。那接下來就看
軍隊中下層級的清洗力度啊，習近平同志能不能追平斯大林同志了？所以習總還得加油。張又俠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背景，他是紅二代，在軍隊高層裡僅存的碩果，而且他還是習近平的發小，他是中共開國上將張宗遜的兒子，而張宗遜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長期的同僚和上下級關係。在1947年西北野戰軍剛剛創立的時候，習仲勳是政委，同時又是中共西北局書記，彭德懷是司令员，而張宗遜是這個體系裡的將領。中共建政以後，兩個人又是長期的同事關係。在習仲勳擔任西北軍政協會副主席的階段，張宗遜是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後來習仲勳被調入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張宗遜後來也被調入了中央軍委系統。這兩個人是長期密切合作的關係，所以張又俠和習近平由於家庭的關係很早就熟識，所以至少在習近平的前2個任期吧，張又俠都是習近平在軍中的鐵桿，是重要的支持力量。2012年，隨着習近平的上台擔任中共總書記，張又俠也跟着進入了中央軍委。他最初擔任的是總裝備部部長。2015年，習近平主導的軍改開始以後，張又俠呢又是他的鐵桿，是他推進軍改的核心力量之一。那怎麼判斷那個時候張又俠是不是在支持他呢？因為張又俠所主持的總裝備部是軍改裡面行動最快的部門之一。裝備發展呢，本來它是有理由以技術性拖延的方式來消极抵制的，因為有許多採購和科研項目正在進行當中，出於這個工作延續性的考慮，總裝備部是最有理由消極拖延、放慢腳步的。但是張又俠當時的態度非常明確，他立刻站隊，支持取消4總部，支持打破大軍區和集團軍這種管理結構，也支持軍備採購和科研體系完全去山頭化啊。在管理上上交給習近平，在他自己主管的領域是率先行動，不盯着別的部門看。而且張又俠當時幹了不少得罪人的事，所以在這個階段，他的確是習近平在軍中的定海神針。同時，張又俠又是目前中共軍隊高層裡為數不多的有實戰經驗的將領。他18歲參軍，參加了1979年的中越邊境戰爭，有戰功，升任了團參謀。1984年又帶兵參加了中越邊境的老山戰鬥。張又俠又立了功，又獲得了晉升啊！雖然說這是老皇帝了啊，這是40年前的參戰經驗，可是要知道，現在中共指揮層大部分將領連這點經驗都沒有的。可是就是這麼一個習近平的發小加鐵桿，現在突然被抓，可見政治這個東西非常殘酷，什麼世交啊、友誼啊，在這裡面都沒有容身之地。但是謎題在於，習近平和張又俠在他們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候利益是一致的，是彼此支持的。為什麼這個時候突然間割裂，鬧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呢？和張又俠以及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同時被捕的，在傳聞裡還有習近平的親信，原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鍾紹軍中將。那現在的新聞稿裡面還沒有談到鍾紹軍，相信時間不久就可以得到確認了。國防部的新聞稿裡面是說，張又俠和劉振立嚴重違法違紀。這個說法違法違紀啊，在中共話語當中通常指的是腐敗，但是這種行動方式，多人同時被捕，而且是針對高層，那這種情況在過去10年的反腐鬥爭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所以呢，這很明顯是政變模式，是派系之間图窮匕首現的火拼。那到這一步，就不僅僅是中央軍委團滅的問題了，而是中共過去所追求的鬥而不破，既反腐敗又維持大局穩定，對這種平衡的徹底拋棄了。雖然現在中央軍委裡面還有一個新升任上來的副主席張生民，但是他是軍紀委系統出身，只不過是由於最近幾年辦案用得上他當了個軍委副主席，但是他並沒有入局，並不是政治局委員，是典型的高職低配。明顯習近平對他並不放心，是不得已先用着，他這個位置很可能也是坐不久的。所以中央軍委除了習近平以下已經都沒了，基本上就是他孤家寡人了。這個權力體系所要求的基本平衡已經完全拋棄了。那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呢？那一定是習近平覺得有迫在眉睫的危機就等不及了，先幹了再說。什麼程序的完備啊、節奏的收放啊、人心的安撫啊，都顧不過來了，羅不及了就不洗泥。要知道，去年12月23號，張又俠剛剛出席了上将晉升儀式，宣讀了晉升命令，
剛好1個月以後，1月24號就官宣他被抓了，所以抓他的節奏比前面幾個軍隊高層何衛東和苗華以及更早的李尚福要快得多。那只能說明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發生了一系列特別緊急的事情。因此前面講的那個故事啊，說1月18日晚上金溪賓館驚魂，習近平反殺抓了張又俠他們，這個故事呢，我認為有相當的可信度。習張關係是怎樣走向破裂的？這是一個需要相當長時間來解開的謎題。我們現在掌握的是一些時間節點，比如2024年10月份，張又俠訪問俄羅斯，受到了極高規格的禮遇。那個時候，很多人就猜測他似乎部分接手了習近平手中的權力啊，所以得到了普京那邊的重視。可是，1年以後，2025年11月份，他訪俄就相当低調了，而且他去了俄羅斯大約1個星期，中共官媒完全沒有報道他的消息。那現在回頭看，那個時候就已經相當不對勁了。但是那個時候還能夠讓他出訪，也就說明習近平和張又俠表面的關係還沒有破裂。因此，轉折性的時刻應該是發生在11月底，張又俠訪問俄羅斯歸來。今天關鍵是要說張又俠被抓以後的意義。我認為這是習近平掌權以後的一次系統性危機的大爆發，大概率也是我們將要面臨的一個動盪時代的開始。習近平政變式的拿下張又俠，潛台詞呢就是他和劉振立結成了一個反習的團夥，先抓了他們，那還要對團夥當中的其他人火速清理呢。除了傳聞當中有17個将領被抓之外，應該還會有更多的中下層將領被抓、被撤職、被流放，甚至波及到更大的領域。因為劉張如果要政變的話，那就需要軍隊以外其他支持的力量，同黨就不止在軍中了，清洗的範圍也不会只局限在解放軍當中，因為中共的軍隊並不具備控制社會的知識和能力。解放軍政變要組織軍政府，在中國是沒有那個能力的，這就和緬甸的情況和民主化改革以前韓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這是長久以來存在的一個誤解。軍政府啊，它不只是軍人強，抓住槍桿子能夠鎮住社會的問題。槍桿子確實能鎮住社會，但是你沒有治理上的人脈，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資源，那麼經濟會崩潰，公共服務會停止。有了軍政府，你照樣玩不轉。槍桿子可以奪天下，但是沒法治天下。緬甸之所以長期有一個軍政府存在，那是由於軍隊即國家，在緬甸軍官同時又是法官，又是行政官，又是商業仲裁者。軍隊自己掌握着銀行、礦業最賺錢的翡翠產業和能源產業，他掌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他是既鎮得住社會又玩得轉社會。緬甸軍政府是不需要向文人政府要錢的，所以他不受文官的節制。緬甸軍方在幾十年的時間當中，早就摸索出了一套他自己控制社會的方法比如緬甸軍政府並不是直接國有化銀行，而是通過軍方所控制的幾大財團來控股幾大商業銀行。文官政府能夠支配的只有緬甸的中央銀行，所以在2021年的緬甸軍事政变當中，軍方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撤換央行的行長，軍隊直接進入中央銀行接管它。接管它幹什麼呢？立即凍結反對派的賬戶，同時強制結匯，不准企業把外匯轉出去，這樣立刻緬甸的金融就穩定下來了，而且反對派也被從經濟上節流了。石油天然氣產業又是為軍政府提供現金流的產業，再加上緬甸它是一個既弱小又比較簡單的經濟體，所以緬甸軍政府在金融和主要的現金流產業兩手一抓，大局就能穩定。能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緬甸軍方長期參與管理社會，這個社會的關鍵節點在哪兒，他都門兒清。在銀行還有在能源公司重要的公共設施部門都有自己的人，這些部門的人事本來就是由軍方安排的那些重要的職位就是軍方委任的，他要不然就是軍官本人擔任，要不然就是軍官的家屬擔任。所以敏昂萊大將一聲令下，軍隊立刻接管社會，連個科都不打。老百姓是會上街，反對派呢也會和少數民族勢力結合起來發動游擊戰，但是沒有辦法讓全社會癱瘓，對大城市也無能為力。這是緬甸的情況。韓國在1980年代後期的民主轉型之前，也是一個有軍事政變傳統的國家。那也是由於韓國是一個長期處於臨戰狀態的國家，軍隊在大企業、在銀行，還有在什麼交通、電力等等基礎設施部門，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軍代表參與這些部門的日常管理。軍隊又和情報單位和警察是一個人事相通的圈子，他們的人員是互相流動、互相調動的。
所以在這樣的國家，軍隊一發生政變就能夠撐起一個軍政府，大將軍幕府自己就是一個影子政府，哪個領域的人才都有，這個社會該怎麼管全都門清哪怕欠缺那麼一點，他也很容易在各個部門找到自己的合作者，所以軍人一拿槍進入政府，立刻就可以接管國家，社會機能仍然照常運作，他就玩得轉。而在中國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從江澤民時代起禁止軍隊經商，那麼軍隊和社會之間的聯繫就被割斷了從此中共軍隊就是一個職業化的軍事機器，它和國有的大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人事聯繫和財務聯繫就被完全斬斷了。所以軍隊靠自己是接管不了這個社會的，它沒有這個積累，也沒有相應的知識。所以軍政府能不能立得起來，它並不是一個槍桿子強不強的問題，它是一個社會結構問題。那這個問題呢，我希望今天說清楚了。講這個問題為啥呢？是因為如果張幼霞和劉振立、鍾紹軍他們要謀反的話，他們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須要在廣泛的體系內都有自己的黨羽，都有合作者。情況呢，也許是反過來的，是別的反習派找到了他們，策反他們，作為反習勢力的軍中呼應。但是習近平對軍權特別看重又特別敏感，所以在反殺當中，第一波先抓他們。軍隊要被整肅了，那麼在其他體系當中也會有許多人難以幸免。那接下來我們要觀察的一個方向呢，就是還沒有被正式官宣落馬的新疆自治區前黨委書記馬興瑞，他和張幼霞和劉振立之間到底是怎樣一個聯繫，也許需要一段時間來揭曉。同時張幼霞又有紅二代背景，這讓他在紅二代群體和元老派當中有一定的根基。過去1年傳得沸沸揚揚的除了有張幼霞侵蝕習近平的軍權之外，還有元老派參與反習的傳聞。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呢，就是溫家寶。那現在張幼霞被習近平先下手為強給拿掉了，那是不是中共元老當中也會有人危險了呢？這是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的方向。當然也存在着另外一種可能，儘管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就是既然反習勢力是存在的，而且給習近平制造了非常迫在眉睫的危機，現在習近平掀桌子了，把張幼霞先抓了，那么在反習這一邊經歷了短暫的震撼之後，會不會抓住僅存的一線生機，挺身一搏呢？就是他們也掀桌子幹一仗呢？在過去1年的分析當中，我一直主張中共高層當中的反習勢力是存在的，但是他們的行事方式非常隱晦，以至於很難鑑定他們當中究竟有誰。那現在確認了，知道有張幼霞，他們的行事方式呢，總是繞着邊走在不同體系當中剪掉一些習近平的羽翼，拿掉一些習近平委任的人，似乎總是缺少掀桌子的勇氣，是為了避免中共發生顛覆性的局面，好像是維持住這艘大船不沉。不敢掀桌子是他們的最大弱點，而現在事實證明，不敢掀就只有死。那接下來他們應該怎麼辦？是不是等死就得好好考慮考慮了？儘管現在這個事兒只是開了個頭，但是我有個強烈的預感，就是逮捕張幼霞和劉振立是全面動盪的開始，派系間的妥協空間已經完全喪失了。掀桌子嘛，那就是不用再考慮共產黨這艘大船沉不沉的問題，就是誰先動手誰活命的問題。我們可以預期更大規模的整肅風暴正在路上，很有可能在官宣逮捕張幼霞和劉振立的同時，更大規模的逮捕已經在進行當中了。我估計呢，星期一以及接下来的幾天，我們就能夠陸陸續續聽到這方面的風聲。至於反習的這一方，他如果不束手就擒，又能怎麼樣呢？這是接下來需要揭曉的問題。現在習近平已經打開了這個魔盒，那麼中共就不可能再退回到以前的狀態了。讓我們拭目以待吧。那今天咱們就先聊到這兒，隨着時事的進展，咱們再來評論。祝大家周末愉快，謝謝各位。